张春桥名义上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毛泽东发起的，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但是毛泽东对自己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该怎么进行并没有明确的规划。而深谙毛泽东心理的理论家张春桥，从发动文革的批判、海瑞罢官，到指导文革的5.16通知和16条，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到1月革命的全国夺权的发动，是这些文革最主要的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和纲领性文件的起草者。除了张春桥，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戚本禹、王力、关锋、姚文元等，都是文革理论体系的实际构筑者。张春桥总是能给毛泽东文革中的种种突发奇想穿上漂亮的意识形态的华丽外衣，什么继续革命、资产阶级的法权之类，使他们表面看去像高尚的主义、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和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深得毛泽东喜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回忆，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刑务出身的林彪根本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林彪虽然身体不好，但林彪有自己的算盘，肉送到嘴里都不吃，那是傻瓜。林彪准备来个假戏真做。林彪积极培养的接班人是他的独子林立果。1966年，林彪把林立果送到上海空四军，林立果被空四军军长江腾蛟等人代为上宾。1967年春，林立果参军，并被安排到空军，几个月后他就入党了。林彪还特意让他参与了不少军队文革问题的重要决策，如让他参加起草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文革时期，政治的捷径是发表文章。在林彪的授意下，吴法宪挑选了一批有才华的干部辅佐林立果，命名为调研小组。这些人包括了后来成为林立果小舰队核心成员的王飞、周宇驰、刘佩峰、何汝珍、刘世英等人。林立果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由林彪办公室发稿审定，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发表了《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林彪高兴地说：“老虎会写文章了，不错，进步不小。我以前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一个人会玩这两杆子就全面了。”在林彪和叶群的授意下，1969年10月，林立果被吴法宪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参军2年就成为副师级军官，这不仅仅是职务上升8级，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利。空军司令吴法宪多次公开说，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为落实贯彻这两个一切，还发了文件。林立果很快就把辅佐他的调研小组扩展成了一个由他担任总指挥的联合舰队。一时间，加入联合舰队的军人如过江之鲫。除了之前选拔的中青年军官，还有不少军区司令员、空军副参谋长及军政委，如江腾蛟、鲁民、王维国、陈立云、胡平、顾同舟、梁普等。在这些领导的支持下，林立果在各地建立秘密军人组织，如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与此同时，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推动下，对林立果的超天才造神运动的舆论工作也轰轰烈烈展开了。1970年7月，林立果在空军机关领导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林立果被吹捧为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过了年龄，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还在空军5000余人规模的3代会做报告，录音广为流传，还出版了70万册。身体虚弱，平时每天听秘书讲文件都听不了半个小时的林彪，竟然听完了好几个小时的林立果报告的录音，并称赞说，不仅思想像我，连语言也像我。为表支持林立果，
怕风怕光怕水的林彪亲自视察林立果抓的几个科研项目。色能迷心窍，钱能迷心窍，权也能迷心窍，一切人的欲望都能让人迷失自我。林彪做的这一切，毛泽东知道吗？答案是肯定的。上一次有人在毛泽东的专列安放窃听器，所有人都瞒着毛泽东，但最后被毛泽东的舞伴泄露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找空政歌舞团的舞伴，诸如陈慧敏、刘素元以及孟锦云，不仅是生理需要，也是了解军队政治动态的需要。毛泽东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随时随地都不忘斗争。林彪和叶群对林立果的纵容、直接授权以及参与造神等行为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虽然大权在握，但他是无后的。毛泽东的2个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毛岸青是精神病患者。虽然毛泽东内心深处未必心甘情愿，但是他手中的权力也只能通过钦定的形式传承给他人。林彪作为接班人，自己还没登基，明知毛泽东想隔代指定张春桥，还是做出了要把自己的权力传给儿子的架势。毛泽东岂不是为别人做了嫁衣？毛泽东直接说，不能捧20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毛泽东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既想找一个对自己唯命是从的接班人，同时又希望这个接班人能压得住阵脚。难的是，有能力的人羽翼丰满了，通常不会听话，除非这个人是你的亲儿子。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就是因为钦点的接班人刘少奇有了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不想看到的局面再次出现了，林立果建立了自己的权力中心，让无后的毛泽东更不快。1970年8月召开了9届2中全会，也称庐山会议。这次会议上，林彪人马为了反对把权力交给张春桥，对张春桥进行了声讨。张春桥不要设国家主席，而林彪要设国家主席。国家主席是个虚职，设不设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意见最后得到支持。张春桥代表的是毛泽东，竟然有人敢反对他的意见，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更让毛泽东恼怒的是，自己的秘书陈伯达也加入了林彪的阵营。陈伯达的加入标志着林彪的军人集团开始有了重量级的文臣。这不是告诉各级官员毛泽东大势已去吗？毛泽东从不心慈手软，他在庐山会议后把陈伯达打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之前的刘少奇只是从政治上孤立毛泽东，而林彪和林立果则是直接控制军队，建立军中之军。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深知军权的重要性。如果做这件事的是毛泽东的亲儿子，也许毛泽东能够容忍。但林立果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向来不按常理出牌，要打倒刘少奇，按常理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刘少奇是按照组织程序升上来的干部，并且有自己的势力，工作有能力，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毛泽东巧妙地发动文革，不告诉大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甚至邀请刘少奇参与文化大革命，最后把刘少奇打倒。这一次，毛泽东再一次剥洋葱，从外到内一步步打击林彪。毛泽东使出了他的绝招：挖墙脚、掺沙子。挖墙脚和掺沙子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挖了林彪的墙角，把自己的沙子掺进去。1971年1月，毛泽东改组了林彪的势力范围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林彪派系郑维山、李雪峰被撤换，派纪登奎等参加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把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林彪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同时也给那些站林彪队的人一个警告。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表面上对林彪说不会改变接班人布局，要林彪做个检讨就可以过关，到时候还是把班交给他。但毛泽东的老部下林彪十分清楚，做完检讨，毛泽东的下一步就是把检讨信印发全党，用自己的检讨把自己打倒。所以林彪坚决不检讨。
林彪的应对方式是丢卒保帅，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承担责任，检讨错误。毛泽东又授意周恩来、纪登奎到北戴河做林彪的思想工作，林彪坚持不检讨，此后基本上不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文件也不看不批。毛泽东的算盘落空了，他洞察到了林彪的策略，决定擒贼先擒王，避开中央，以地方包围中央，给地方干部打预防针，促使林彪暴露并将其彻底清除。与此同时，以林立果为代表的少壮派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于是就有了暗杀政变计划。有人说林彪对此不知情，这是不现实的。林彪和叶群外面顶着政治压力，里面顶着暗杀压力，命悬一线。毛泽东使出了他屡试不爽的绝招，甩石头，也就是引蛇出洞。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南巡，16日到武昌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峰、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谈话。28日到长沙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负责人韦国清谈话。31日到南昌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谈话核心内容是公开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要他们站好队。这些人早就领教过毛泽东的手段。许世友曾说，张国焘手黑，只有毛主席斗得过他。就是说张国焘手黑，毛泽东的手更黑。打过预防针的地方大员，自然要掂量掂量听谁的。毛泽东一方面要求他们对谈话内容保密，另一方面又允许他们小范围内向下吹风。毛泽东当然知道谈话内容会传到林彪那里，毛泽东也的确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获知谈话内容的林彪晕头转向，自乱阵脚。1971年9月8日，林彪亲笔下达武装政变手令，上书判照立果、尉迟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尉迟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斐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传达命令。计划中有3个方案：第一种方案，趁毛泽东南巡，暗杀毛泽东；第二种方案，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第三种方案，出走海外，伺机而动。从9月8日晚到11日晚，仅仅3天，由于时间仓促，到了9月11日，林立果还没安排好暗杀，毛泽东就回到了北京，等待林彪的只有被打倒。平素身体还勉强的刘少奇，只是一个小感冒失治，发展成肺炎，最后惨死开封。病秧子林彪自知毛泽东的手段，另立中央已不太可能，于是选择出逃。本就心惊胆战的林彪被自己的女儿举报，导致周恩来打电话问候，更是慌乱。曾国藩说：“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多少人被家人搞得焦头烂额。不仅是林豆豆，叶群也没让林彪少操心。他和林彪最信任的大将黄永胜背地里发展关系，不得不让人感叹。无怪乎大学里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时的林彪也没有太多办法，检讨认错、辞官告老，刘少奇都做过了，那只会被毛泽东拿捏在手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自杀是叛党，自绝于人民，亲友部下的命运不堪设想。只有铤而走险，像张国焘一样远走高飞，才能有一丝机会。913事件前，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913事件后，共产党遮遮掩掩地把一部分真相向老百姓公开，林彪变成了野心家。把他写入党章做接班人的是毛泽东，说他坚持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想当国家主席的也是毛泽东。究竟毛泽东想不想他接班，显而易见。设国家主席并非林彪一人的观点，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以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都赞成设国家主席。指责林彪提出设立国家主席，
实际上是自己想当主席，毫无逻辑可言。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不是犯罪，更何况林彪还一再说要毛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的逻辑是，你林彪嘴上说要我当国家主席，其实想自己当。抢班夺权更是莫须有的罪名。统帅千军万马的林彪要抢班不会这么仓促，更多的是被迫行动。毛泽东说自己和林彪的斗争是第10次路线斗争，要打倒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林彪自始至终从来都以毛泽东马首是瞻。与刘少奇不同，林彪从未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硬生生给他套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也是毛泽东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林彪没有任何检讨在他手里，也实在找不出其他问题。913事件后，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不顾周恩来的反对，坚持把571工程纪要全文下发，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571工程纪要第一部分对全国形势进行了分析。文件中说，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10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5期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第二部分对毛泽东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文件中说，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用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毛泽东的封建专制社会主义。虽然1971年底大家都知道了林彪外逃的事，但571工程纪要是在1972年才传达的。纪要的内容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当时毗邻的报告中这样描述，林贼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文件，一经和上海工人阶级见面，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毛泽东对于无法完全驳倒571工程纪要没有预期，原本想掀起一股批判林彪的热潮，却变成了促成人民的思考的运动。林彪外逃，文革的理论体系直接破产。毛泽东不再神采奕奕，一夜之间衰老了很多。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共产党里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很多，林彪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